4月15号，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专题报告，首度对美方炒作所谓福特台风组织的真实来源进行溯源分析，揭示了该组织勒索病毒犯罪团伙的真实面目和美方借此对华炒作的幕后真相。近期，中方相关机构全面分析各方协同掌握的实锤数据，并结合最新调查结果，对这一对华抹黑行动进行全场景还原。福特台风行动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幕后策划，美国国会反华议员、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单位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一场虚拟信息和舆论操控行动，符合美式网络营销的典型特征，属于彻头彻尾的基于精准广告投送的认知域作战。在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相关机构发布的专题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向相关网络安全企业施压，要求其篡改可以佐证福特台风是勒索软件组织的技术报告，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中方强烈谴责美方上述不负责任的做法，敦促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以负责任态度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实施的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至少起始于2023年初，其目的就是要长期延续美国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同时也为美国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寻找借口。联合调查技术团队发现，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主要分为3个阶段，并持续至今。计划的准备阶段是2023年1月至2023年5月。美国政府官员一方面不断呼吁国会延续702条款，另一方面在关岛美军基地虚构网络攻击事件，并指使微软公司炮制技术分析报告，并拉上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相关机构为延续702条款全力造势。计划的攻坚阶段是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美国政府机构不断利用虚构的福特台风组织恐吓国会议员，使702条款得以暂时延续。计划成果的巩固阶段是2024年2月至4月，美国政府机构成功通过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推动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法案，并达到702条款长期延续的最终目的。我们分析呢，它的目的主要有3个。第一呢，就是继续的把持权力。维持这个无证监视权，为这个利益集团争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第二呢，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无理的打压中国的特定企业，从而呢为这个美国企业呢让出市场。第三呢，就是抹黑中国，妄图呢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美国国安局还是美国中情局，在我们监测到这些国外情报机构或者国外网军所有这些组织里面，网络攻击能力是最强的，而且他们长期呢对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网络攻击和网络入侵。美国政府机构发布所谓福特台风报告提出的证据，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还自相矛盾，其中主要存在3大疑点。疑点1，篡改已有报告内容，试图掩盖证据。福特台风与美国威胁盟公司披露的名为“暗黑力量”的勒索病毒犯罪团伙关系密切，而在我方发布报告后，美方为了掩盖证据，竟然指使威胁盟公司将已经发布的报告内容进行篡改。这个是我们在4月15日第一份报告这个当中引用的那个版本当我们把这个封底编辑把这个封底的图片移开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IP 地址列表这里边相关的 IP 地址都是与这个福特台风组织相关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关联的这个证据。然而呢，就是在我们4月15日这个第一份这个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发现这16页新的报告的内容已经改掉了，可以说他是把这个 IP 列表从他这个报告新版本的报告中完全的移除。我们觉得动机是非常可疑的甚至我们就认为他应该是受到了外界的操控。疑点2，美国政府机构与相关网络安全企业说法不一。联合调查技术团队发现，五眼联盟国家炮制的预警通报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相关网络安全企业的一致认同。
美国网建公司表示，其内部尚未发现所谓福特台风组织的攻击证据。谷歌旗下曼迪恩特公司也表示，尚未发现福特台风组织入侵相关企业的证据。美国政府机构在炒作过程中，其内部就存在争议。1.3，美国政府机构通报的内容与重要政治人物发表的言论前后矛盾。今年1月31号，美国司法部网站公开发布相关通报称，已于2023年12月开展专项行动，成功破坏了所谓的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努力。然而，在4月1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公开讲话时却声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已经潜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前后矛盾啊。那么因为它1月30号之前啊，就说明他已经把这个福特台风组织都清理掉了。但是呢，到了4月18号啊，又说那么这些组织还在活动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疑点。当地时间8号，法国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最终统计结果，极右翼政党爆冷失利，左翼联盟赢得了多数席次。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大多数席位，这意味着法国将出现悬浮议会。出于稳定国家安全考虑，法国总统马克龙暂未批准总理阿塔尔的辞呈。法国内政部8号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最终统计结果，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个议席，位居第一；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被左翼政党新人民阵线和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挤到第3位。目前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这一结果与7号晚间的出口民调基本一致，这也导致法国陷入政治僵局。任何一方提出的议案都无法单独闯关成功。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已经表态称，尊重法国人民的选择。C'est un sentiment assez partagé. D'un côté, je suis plutôt pour le fait qu'on n'aille pas dans un extrême qui risque de fermer la France un peu à pas mal de choses. Mais d'un autre côté, il va falloir que maintenant tout le monde trouve un accord et tombe surtout d'accord sur différents points pour l'avenir de la France. Donc c'est vrai que c'est un sentiment assez partagé pour l'instant. 马克龙所在的政党不敌左翼联盟，席位数居第2。8号当天，年仅34岁的现任总理阿塔尔向总统请辞，但马克龙没有批准，要求阿塔尔暂时留任，以确保国家稳定。而此时距离他今年1月出任法国总理仅过去半年。根据法国的政治传统，国民议会选举后，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理都会向总统递交辞呈。Fidèle à la tradition républicaine et conformément à mes principes, je remettrai demain matin ma démission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呼吁马克龙任命左翼总理，但尚未从本阵营中推出总理人选。法媒分析认为，3大阵营与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都相去甚远。下一任法国总理是谁，还要取决于各派间的协商与博弈。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总统马克龙要等待新一届国民议会形势更加明朗后再做必要决定。新一届国民议会定于18号举行首次全会。按照法国宪法，国民议会有权弹劾总理。这次获胜的新人民阵线属于左翼力量联盟，由法国共产党、绿党等在这次议会选举之前临时组成。当时的目的是与1个月前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抗衡。新人民阵线领导人之一的不屈法国党主席梅朗雄当时向选民喊话称，1张选票都不要投给右翼。而在这次胜出后，梅朗雄表明拒绝与总统马克龙进行谈判交易的态度，宣称左翼联盟已准备好执政。La volonté du peuple doit être dorénavant strictement respectée. Dès lors, aucun subterfuge, arrangement ou combinaison ne serait acceptable. 梅朗雄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将有一位来自新人民阵线的总理，我们将能够通过法令来解决很多事情。在国际层面，我们必须同意承认巴勒斯坦国。左翼联盟的胜利也点燃巴黎民众的热情。当晚，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挤满了庆祝的人群。
不过，有专家认为，马克龙领导的中右翼在一起和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未来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高，双方将就谁出任总理进行协商，很有可能由新人民阵线的人来出任，形成左右共治的局面。但是呢，这个右啊，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他并不是太右啊，不是这个国民联盟所代表的极右啊，而左派可能会出任一个总理，因此这种一个叫做左中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并不太离谱。是一个可以相互合作通过在妥协的基础上呢来共同执政。这次极右翼政党爆冷失利，路透社形容极右翼都把香槟给冰好了，但选举结果席位数却居于第3，气氛瞬间陷入低谷。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打气称，胜利只是被推迟了。法新社直言，中轮投票结果出人意料，不少右翼人士直到民调出炉才发现落后。一些法国媒体甚至已经按照右翼胜利准备稿件。在首轮投票中，极右翼国民联盟获得33%的选票。中轮投票结果反映出法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对国民联盟持怀疑态度。其实，两轮选举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给对极右翼国民联盟不满的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间派，以及说左翼联盟，也就是人民阵线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反击和喘息的机会。法国国会选举第2轮，那么左翼爆冷获胜。首先呢，按照法国政治传统，左翼领导人梅朗雄有很大机会出任总理。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和左翼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很高。其次呢，从法国历史上几次左右共治来看，这种分裂的治理模式效率比较低，法国一段时间内很难做出重大改革。第3，梅朗雄如果能出任总理，对于中法关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时，梅朗雄公开表示，只有一个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台湾问题。不过，梅朗雄肯定不受美国的欢迎，能否顺利出任总理，还需要一番博弈。最后，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20天了，希望法国政局尽快稳定，奥运会顺利的进行。拜登在美国大选首场辩论中表现不佳，那么这在民主党内部引发较大的恐慌，民主党人纷纷开始质疑拜登是否有能力击败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8号，拜登在采访中拒绝了民主党议员希望其退出总统竞选的呼吁。同一天，拜登致信国会民主党领袖说，他不会退出大选，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击败前总统特朗普。拜登表示，他并没有对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以及人们的担忧视而不见，且他如果不绝对相信自己是2024年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就不会再次参选。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 wouldn't be running if I didn't absolutely believe that I am the best candidate to beat Donald Trump in 2024. I'm not only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But I wanted to reassert and demonstrate that it's true. 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同日晚上播出的专访中，拜登还驳斥了民主党高层可能联合劝他退选的说法，称他与20名本党议员谈过话，这些议员都支持他继续竞选。拜登在昨天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也表示，他决心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Monday, the president wrote in par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despite all of the speculation in the press and elsewhere, I am firmly committed to staying in this race." 在被问到是否接受过帕金森病的相关检查时，拜登先是轻松一笑，并表示当晚的表现并不是常态。Have you been tested for any age-related illnesses, pre-Parkinson'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at might explain sort of having a night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n't finish sentences? Look, when I came back, they tested me for, I thought maybe I had COVID, maybe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had an infection or something. Let me put it this way.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that night, It's not like it comes and that's one night and it goes away.
关于拜登是否身体健康，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罗生门。多家外媒引述白宫访客记录指出，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华盛顿顶级帕金森病专家曾与美国总统拜登的私人医生在白宫会面。报道还称，自2023年8月以来，这名帕金森病专家已8次访问白宫。这名专家名叫凯文·卡纳德，来自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纽约时报》还说，卡纳德于1月17号在白宫会见拜登的医生凯文·奥康纳。不过，白宫的医疗记录从未将拜登与帕金森症联系起来。奥康纳在2月的年度体检中给出了拜登十分健康的结论，明确排除了拜登患有帕金森症的可能性。拜登多次在公开活动中出现莫名摔倒、突然放空的问题。在不久前举行的7国集团G7峰会上，各国领袖一起观赏跳伞表演时，拜登突然背对大家，径直向反方向越走越远。还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手才挽回局面。在刚刚过去的首场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拜登多次神秘僵住，也难以反驳特朗普的攻击，再度引发选民对拜登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担忧。此前，外界则是怀疑拜登可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但也遭白宫否认。I'm going to ask something delicate, and you may not like it. The president may not like to hear it if he's watching, but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get a yes or no answer on this. 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any form of dementia, or degenerative illness? I have an answer for you. Are you ready for it? Yes. It's a no. 与帕金森病类似，阿尔兹海默症也是神经退化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病是痴呆症最常见的形式，是老年期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的风险也在增加。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进行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症状包括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以及视空间能力损害等。7月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习近平指出，2个月前，我对匈牙利进行成功国事访问，我们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周，中国共产党20届3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将为中匈合作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习近平祝贺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习近平强调，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应该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希望匈方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欧尔班表示，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国不仅热爱和平，而且提出了系列建设性的重要倡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匈方高度赞赏和重视中方的作用和影响，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匈方主张加强对华合作，反对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深入沟通。欧尔班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关情况。习近平赞赏欧尔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阐述了中方有关看法主张。习近平强调，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3原则，尽快推动局势降温。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直接对话谈判创造条件，提供助力。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匈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中方愿同匈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自7月1号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已先后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这2个俄乌冲突当事国。在他命名为“和平使命”的一系列访问活动中，中国是第3站。欧尔班此访为何被认为是突访？他带着哪些任务来中国访问？7月8号早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和平使命3.0北京，并配上所乘飞机降落于北京的照片。图片显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到场迎接。他还写道：“继基辅和莫斯科之后，我们抵达北京，和平使命的第3站。”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之后，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是为俄乌冲突创造和谈条件的关键大国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习近平主席正式访问布达佩斯2个月后来到北京会见他。8号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习近平在会见欧尔班时强调，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当前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3原则，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匈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中方愿同匈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奥尔班总理来到中国这种访问，不仅是体现了对于中匈关系、中欧关系上面他要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呢，也体现了中匈之间对于促进和平、劝和促谈以及政治解决这种冲突与动荡的这种共同的这个心愿，也为未来和平谈判、政治解决相关的这种危机，那么注入了新的这个动力和活力。印度总理莫迪昨天抵达莫斯科，开启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普京与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并亲自驾车带莫迪参观总统官邸，之后将进行正式会谈。这是莫迪连任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迪首次访俄。美西方对莫迪访俄高度关注，称这是普京的外交胜利。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莫迪在起飞前表示，他迫不及待地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并称普京为朋友。他还指出，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特殊和优先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进展，包括在能源、安全等领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俄印双边关系水平、两国经贸合作规模以及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印度总理莫迪此次访俄日程将会非常丰富。俄方期待此次重要访问，这对俄印关系意义重大。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对普京来说很重要，因为这对外释放了西方未能成功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信号。据悉，莫迪2天的访俄行程十分紧凑。8号晚抵达莫斯科后，出席与普京的私人晚宴，进行1对1非正式交流。9号，除了大小范围会谈，讨论俄印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外，莫迪还将会见在莫斯科的印度人社团代表，向克里姆林宫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并参观莫斯科展览中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展馆。对俄罗斯来说，首先一个是跟印度的合作，跟印度的相互的交往，能够减少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孤立。第二个呢，应该说就是从整个那个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俄罗斯呢希望跟中国、跟印度这2个最重要的国家呢都保持友好。外界注意到，莫迪连任第3任期后打破惯例，首次外访选择俄罗斯，而不是不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等邻国。他在上次选举获胜后，曾选择访问这几个国家。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于莫斯科关系的高度重视。This time he decided to go to Russia first. You know, India is on the world geopolitical table, and India will call the shots, and that's a very clear and simple message of Prime Minister Modi as he takes this visit to Russia. 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外交秘书维奈克瓦特拉5号透露，俄印双方这次将讨论贸易失衡问题。过去几年，由于印度趁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大举购入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一度暴增20多倍，每天超过200万桶。这导致仅上一财年度，印度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就高达571.8亿美元。根据信用评级机构 ICRA 4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过去的23个月里，印度通过这些交易节约了石油进口经费约130亿美元，为印度经济注入了动力。实际上，这些俄罗斯石油除了印度自己用，还被印度企业精炼后出口到欧洲市场赚取利润，
这导致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据悉，莫迪这次将要求俄罗斯增加进口印度的农产品、技术、药品和服务等。I think defense, energy, and connectivity. These are the three core points. We have been buying a lot of energy and our energy needs have been met by Russia and we have to thank Russia for that. Russia also needs Bharat as much as we need them because they are fac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hey need a strong, strategic, able partner who can also keep put forth, Russia's point of view to the world, which is slowly being driven by a very, very Western narrative at exercising our strategic autonomy as a nation which looks at its own needs and makes friends all around based on what will help us as a nation prosper rather than fall prey to narratives or interests of other hegemonistic entities.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武器的供应，但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拉拢下，莫迪政府倒向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军火，挤压了俄罗斯军火商的市场份额。目前，印度国防进口大约1/3来自莫斯科，低于5年前的2/3。消息人士透露，此次莫迪访俄，双方将讨论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能合作等。观察指出，虽然军火份额部分让给美国，但印度在政治层面多次对俄罗斯予以支持。例如，2年多来，在联合国安理会反对俄罗斯的决议草案表决中，印度多次投了弃权票，并避免就俄乌冲突批评俄罗斯。这也导致美西方多次强烈批评印度不合群。但西方媒体承认，美国对印度的平衡外交也没有其他办法。彭博新闻社认为，在莫斯科与印度总理的会谈是普京的外交胜利。英国《卫报》报道则直言，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伙伴关系变得令人担忧。对于美西方的关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他们很嫉妒，密切关注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弄错。此访确实具有重大意义。